做视频最头疼的是什么？不是剪辑，而是上字幕。大家好，我是嘉欣，欢迎来到科技改变生活。今天我整理了2套2026年亲测最好用的音频转文字方案。如果你担心隐私泄露，我会教你如何实现本地部署，完全断网运行。如果你追求方便，我会分享如何调用云端最强的 AI， 秒出逐字稿。无论你是做视频剪辑，还是整理会议纪要，看完了这期的视频你将彻底告别听音打字的痛苦。这就是技术带给我们的红利。先来看一下本地版本的。本地版本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比较私有，因为它是把大模型下载到了你的本地电脑上，然后如果进行转录的话，就只是在你本地电脑上进行转录，也不会说把你的私密文件上传到网上会有暴露的风险。这样的话就比较适合会议记录或者说私密通话等。当然它也有一个最大的缺点，它就是不如远程在线 AI 版本的识别的准确率高一点。但是如果说只是用来做文字记录的话，还是可以用的。首先是推荐的是 macOS 系统的。macOS 系统的话，用这个 Mac Whisper。我们先打开一个官网的链接。当然这个软件也是完全开源免费的。它虽然也提供了收费版本，但是收费版本的话，其实没有提升太大的转录的一个精确度。最多也就是在一些特有的功能，比如说批量操作，或者说是会议纪要、实时转录，这上面可能会好点，或者说是直接转录线上的一个视频给你提供一个 URL 来转录。当然我们直接用免费版本的就可以。我这边本地已经下载好了，下载好了之后选择你对应的模型如果要转录中文的话，选择中文。Mac Whisper 当中最好的模型是 Large V3，当然它的大小也是挺大的， 3.1GB。它也有极速版 Turbo 的版本，它俩我用起来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，精确度上 3.1GB 的这个也没有比 Turbo 版本的精确多少。假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按精确度来划分， Large V3 精确度能够达到 95%， 而 Large V3 Turbo 版本的话，精确度最多也就是比它少个 0.1， 比如说 94.9， 对于转录中文来说差别不是特别大。当然你也可以选 Medium， 这个也可以，这两个对中文来说都是比较友好的。当你把模型下载好之后，选择你下载好的模型然后打开一个音频文件。我这边已经转录过了，我们直接把转录好的打开，大概1分多钟不到2分钟，看你的音频的长短。转完的还是比较准确的，包括连人名，但是也有个别的错误，像比如说在公网环境，我这边说的是在公网环境不足的情况下，它后面就没有识别到。当然这都是个别的，但是也还能勉强的用。当然它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时间线没有给你对齐。导出格式的话有文本格式，也有 SRT 字幕格式，当然别的格式的话就得需要用 Pro 版本了。当然我不推荐用 Pro 版本，你也可以把它导成 TXT 格式，然后再用别的软件来进行格式的转换，直接导出 SRT 格式，然后保存一个地方，打开剪辑软件，导入字幕，把刚才转好的 SRT 字幕然后导进来。我随便找一个地方播放一下。先打开域名注册地址，先注册一个账号，用户名的话随便填都可以的。那这块的话时间就对不上了，姓名也是随便填。放大一下，从这个时间线上就可以看到音频的波峰在这块，但是呢它的字幕却到了这块，所以严重是对不齐的。看这个也是对不齐，这个也对不齐，
所以后面基本上全部都对不齐，所以你必须得自己在剪辑软件里头给它重新的拉到对齐，这个工作量还是挺大的。如果你是 Windows 电脑的话，可以下载这两个软件，一个是 Birds， 一个是 Subtitle Editor。当然这两个也支持 macOS 版本和 Linux 版本。我这边比较常用的是 Subtitle Editor， 这个的话对语音的转录比 Mac Whisper 相对来说比较友好，因为它本质上不是转录的软件，它只是一个字幕编辑器，所以主要工作就是对字幕编辑。打开 GitHub 的链接，根据你的电脑系统下载相应的文件就行。我这边已经下载好了。打开下载好之后的文件，然后把下载的文件直接拖到应用里头进行安装就行。但是安装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，我们打开官方的说明文档，它没有经过 Mac 官方的认证，所以在安装的时候会被 Mac 系统拦截。但 Windows 电脑不会出现这个情况。进行拦截的之后，我们通过这两行命令给它放行就行了。先把这个命令复制下来，打开终端窗口，粘贴到终端窗口当中，然后一定记得后面要加一个空格，然后再打开应用程序，把应用程序直接拖过来，就省得你在后面自己手动去输它的应用程序的路径，然后点击确定，然后输入你的计算机密码就可以了。执行下面这个命令之后，后面这个路径也是同样的，一定要中间加一个空格。安装好了之后，打开这个软件，我这边已经有转录过的一个音频了，我带大家再重新转录一下。我这块是把它变成了一个中文，在这块选择语言选项，也可以选英文版本，也可以选别的国家的版本。然后点击视频，然后打开视频文件，音频格式选不了的话，我们先点击这个，再点击所有文件，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音频格式了。把音频格式打开，然后再点击视频，点击语音转文本，选择对应的引擎。如果你是 Mac 电脑的话，选择第一个；如果是 Windows 电脑的话，选择第二个。然后模型的话，我这边选的是 Medium，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别的模型，但是我自己试用下来，对中文相对比较友好的话还是 Medium， 它比 Large V3 又稍微强那么一点点。点击将音频转录为文本，转录时间看电脑的配置，还有音频文件的大小。转录完之后，我们播放一下。欢迎大家来到科技改变生活，我是嘉欣。这个的话，对于时间线的对齐比 Mac Whisper 稍微好一点点，已经到可以用的地步了。对识别准确度影响最大的就是你的转录模型，你的模型越好，它转录的越精确。但是这个上面对中文最友好的两个模型也就是这两个了。然后还有几个要调整的地方，点击设置，点击配置文件，如果是中文的话选择 Chinese， 这是它的一个默认配置文件。如果说每一行的文字比较多的话，你可以把它调小点，比如调成12。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在时间轴上对音频进行调节，因为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字幕编辑器，还可以做自动翻译，比如说把它翻译成英文，点击翻译。当然也可以进行字幕的导出，点击文件，另存为。再来分享一点，你也可以把你转录好的 SRT 文件，然后打开，全部选中，然后复制到AI 聊天机器人里头，在里头让它给你做一些错别字的更改，比如说名字，比如说专业的单词，比如说错别字，这样省得你一个一个去更改。当然我不推荐你这么用，因为本身你用 Subtitle Editor 就是为了它在本地电脑上运行。如果说你再把你的私密文件转录成的一个文字，你再暴露到公网环境的话，那不就本末倒置了吗？当然如果说你的文件不是私密文件的话，当然你推荐可以这么做。Birds 的下载的话也一样的，链接直接打开，对应的
文件下载下来直接安装就行。如果说你想让你的转录比较准确的话，你可以用远程在线版本，当然这个就不可能保证音频文件的私密性了。如果是国外的话，我推荐大家用 Google AI Studio， 这个对中文的支持还是比较友好的，而且准确率也相当的高。直接打开这个链接，模型的话在右侧选择 2.5 的 Pro， 这个模型的话对中文支持的最友好的，准确率也是最高的。然后用法的话也很简单，我下面已经把提示词给你写好了。如果说你只是想转录一下语音，不想生成时间戳的话，可以直接用这个把它复制下来，然后复制到聊天窗口，然后再上传一段音频，然后发送给他，他就可以给你进行转录了。那我这段提示词是2阶段的字幕工作流助手，先让你进行文件确认，如果确认好了再给你进行转录。先输出内容摘要，有些名词他就会发给我让我进行确认，确认这些无误的话回复确认，就会开始转录，直接把转录好的结果复制下来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。台湾的小伙伴可能更习惯于看繁体中文字幕，如果你想输出繁体中文字幕，直接告它转为繁体，它就会生成繁体字幕。如果说你想把转成的字幕再加上时间戳的话，我这边推荐你另一个软件，我们先把它复制下来。在我给的文档当中，先下一个低版本的专业版剪映。如果是国内用户的，直接通过夸克网盘下载就行。如果是海外用户的话，我这边也分享了谷歌云盘的下载链接。打开剪映软件之后，一定要记得把自动升级给关掉，因为高版本的剪映好多好用的功能全变成收费的了，所以千万不要进行版本升级。导入一段音频文件，然后把它拖到时间轴上，然后选择文本，选择智能文本识别，然后选择文稿匹配，点击开始使用，然后把复制好的字幕文件粘贴过来，然后点击开始匹配，它就会把这个字幕直接按时间戳匹配到你的音频文件上。当然它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不能超过5000字。如果说你的音频文件特别大，你可以把你的音频先分割成小文件，然后再进行匹配，速度其实挺快的。我这个音频时长大概9分半，耗时也就是1分钟。我们播放一下，看一下它的。今天这期视频不玩虚的，直接手把手带大家白嫖目前最稳定。它的时间轴对的还是比较准确的。如果说你觉得刚才那样比较麻烦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提示词，可以直接给你转录成带时间轴的。虽然我们的提示词已经写得很明确了，但是它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小瑕疵，比如说时间格式。我明确要求它让时间格式用10分秒的格式，它这边只有分秒、毫秒，前面的10给我丢失了。但这个也很好办，我们只需要告诉他你这个格式不对，他会给你重新再转录，转录完了之后格式就基本就全对了。格式对了之后，我们再把它 copy 出来，打开一个文本编辑器，然后把它保存成文本格式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拿来用了。再来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扣费问题。如果说你没有在 setting 里头绑定过 billing support， 那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扣费的问题。如果说你已经绑定过了，那么可以点开，然后查看支持的请求，然后前往 billing 支持请求页面。如果说这块压根就没有产生过扣费的账单的话，那就不用担心费用被扣除。最后还有一道保险，如果说你每天的免费请求额度到期的话，它会提示你说你的额度不够用了，也不会产生费用的扣除。官方每天也会赠送你相应的免费额度。如果你每天只是为了给2-3个视频转录字幕的话，官方赠送的额度完全够用。如果你是国内用户的话，我推荐你用阿里的通义听悟。听好，这是通义听悟，不是通义千问。通义千问只是一个 AI 聊天机器人，通义听悟的话是专门做语音转文字的。先打开它，
打开官网之后，你注册一个账号登录就行，注册也很简单，就是一个手机号就行。通义听悟对中文识别是最准的，它比谷歌 AI Studio 还识别的准确。新注册的用户的话，它会送你免费的几个小时的时长，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权益加油站，然后进来之后点击领取时长，每天签到的话也会送你10个小时，绑定阿里云盘的话也会送你100个小时，然后绑定听悟高校公益计划的话也会送你500个小时，并且还会送你200G 的一个存储空间。如果你不是高校的师生，你也可以借助万能的小黄鱼，花2-3块钱就能帮你认证。认证完了之后，你就可以领取500个小时的转录时长。如果只是做视频剪辑的话，一个视频最多也就是20-30分钟，你转录一下也耗不了多少。你有这500多个时长，你也完全够用了，而且每天也能领10个小时，10个小时完全也够你日常的使用了。使用起来也特别的简单。如果说你已经有本地的音频了，然后直接点击上传就行。如果说你要直接开始实时记录的话，你也可以点实时记录。我这边已经有转录好的，直接打开播放一下。要加空格，电话、街道、邮编等地址信息，基本上可以说无可挑剔。然后点击导出，然后选择格式 SRT， 然后导出到本地，你就可以直接使用了。最后我们再来做一下总结。如果说你讲究私密性的话，你可以用本地版本的；如果说你讲究准确性的话，对私密要求度不是特别高的话，你可以用 AI 的在线版本。所有的软件其实都是工具，决定字幕识别准确率的还是底层的模型。就我个人使用下来，如果说对这些模型进行一个排序的话，排行第一的当然是阿里的困模型，这个是当之无愧的第一。排行第二的话是 Google 的 AI Studio， 当然的话这两个的话用起来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，它们的转录的精准度来说其实差别已经很小了，无外乎就是一个是国外的模型，一个是国产的模型。当然国产的模型对中文的识别会比国外的模型又稍微好那么一点点，当然差别的话没有那么大。我在这块分享出来也只是给大家多一个选择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期分享的所有的内容。如果各位小伙伴觉得我分享的内容对大家有帮助的话，可以给我点个赞，点个关注。你们的点赞和关注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如果说你们还有更好的模型推荐或者是软件推荐，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评论区进行交流。我是嘉欣，用科技改变生活。我们下期视频见。